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蔡的田园。头伏萝卜二伏菜这些谚语大家都听过。今年的7月16号呢就是头伏，7月26号呢就是二伏，也就是说7月份可以播种各种的萝卜和种一些蔬菜。那么具体7月份可以种什么菜呢？现在老蔡就来跟大家分享。首先就是根类的蔬菜，例如萝卜。去年呢，我是在7月21号播种的白萝卜，2个月后呢，到9月底就开始有萝卜采收了。萝卜呢是一种半耐寒性的蔬菜，7月播种后，前期的温度较高，比较适合苗期和叶虫的生长。后期到了9月份，天气转凉，就比较适合幼稚根的膨大了。所以大家在7月份的中下旬播种萝卜是最合适的。萝卜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充足的光照，让幼稚根膨大，来提高萝卜的品质和产量。所以要选择向阳的地方种植。种植的具体过程大家可以参考我这个视频，我把链接呢放在视频的最后和说明区里。如果想种最快有采收的萝卜，大家可以考虑种樱桃萝卜，一般25天左右就有采收了。它的个头小小的，用它来做沙拉或凉拌都非常好。自己种的有机萝卜也吃得放心。在7月份可以种的根类还有撇兰，不过撇兰有春播品种和谢播品种，现在我们可以种谢播品种，7月中旬育苗，8月中旬就可以移栽了。10月底呢到12月初就有收获。夏天种撇兰呢，可能苗期比较容易招虫，大家要注意保护和预防的。那么二伏菜该种什么菜呢？7月开始播种一些生长周期长的蔬菜，例如花椰菜。花椰菜是半耐寒性的蔬菜，它比较喜欢温和凉冷的气候，因为多伦多的种植时间比较短。花椰菜在7月初呢，我们就要播种了。去年我种的，到8月底已经这么大，然后到了9月11号呢，植株更旺盛了，准备要结花。到了10月9号就已经长出这么大的椰菜花了。按这个时间算，它的生长周期大约3个多月。打算种椰菜花的朋友，现在就要准备播种了。它是喜阳的植物，种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呢，也长得更好。同时呢，可以种它的姐妹花，那就是西兰花。生长周期比较长的还有卷心菜，也叫结球甘蓝，现在可以开始播种育苗了。卷心菜的适应性很强的，它既耐寒又耐热，夏栽秋收。现在播种呢，到它结球的时候，刚好转入了秋天，那时虫害也减少了。7月份想尽快有蔬菜收获的话，这2种快收耐热的蔬菜就不要错过了。第一种就是地瓜叶，也就是红薯叶，用扦插的方法，大约25天就开始采收，而且呢，种下一次一直吃到霜冻前的。我觉得它是夏天最值得种的蔬菜。具体的种植方法，我还专门做了个视频跟大家分享。另一种呢就是空心菜，去年我是7月3号买来的空心菜，剪下枝条扦插的，18天后就开始采收了，而且是多次采收的，也是一直吃到霜冻前。如果买种子直接播种也行，因为它是喜高温多湿的环境，7月温度高，种子在30度以上的高温出芽更快，生长也更旺盛的。耐热的蔬菜呢，还有苋菜，白苋菜或者红苋菜。苋菜也叫长寿菜。有句话说，6月苋当鸡蛋
7月现金不换。这说明大家对营养丰富的苋菜是非常喜爱的。苋菜生长也很快，一般40天左右就开始采收了。7月份时如果没有地种它，可以在茄类或者锅类的空隙位撒点种子，很快就有收获了。夏天难以避免虫害多，我们除了种耐热的蔬菜之外，还可以选那些不太招虫害的蔬菜来种。我去年种的木耳菜就长得挺好，相比其他的蔬菜，它的虫害少很多。它是属于热带植物的，耐热耐干旱，夏天非常好种，因为它的生长力很强，分枝呢也多。你可以选择扦插或者直接播种都可以，平时可以掰叶子吃。种下一次呢，也是一直采收到深秋的。去年我用2种方式都种过了，播种的采收期更长，而扦插的呢也有不错的收获。7月份其实最适合锅类、茄类和豆类的生长。6月份多伦多的气温呢比往年的低，所以今年种下的这几大类生长还是比较慢的。如果7月份能买到苗来种，相信跟我5月份种下的也差不多。我对比过今年4月份提早在室内育苗的葫芦锅，和在5月份我随意在室外盆里埋下种子而长起来的葫芦锅苗，结果是提早育苗的比不上晚些直接播种的苗好。这说明合适的温度和环境还是最关键的。7月份是锅茄类适合生长的时候，不过刚移栽的苗在猛烈的阳光下和高温下一定要遮挡一下，让它缓过苗来。豆类的话，7月可以播种一些生长周期短的，例如我每年都会种的这种圆豆仔，一般呢我是种2茬的，5月种一批，然后到7月份再种一次。它们分别到了8月份和10月份就有收获了。生长周期大约在3个月的豆类，7月份还可以再种一波的。前面介绍的蔬菜和锅类，每一种的种植过程我都有视频具体介绍的，大家可以打开说明区的链接观看。谢谢你的点赞、转发和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